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邀您收看《罪无可逃》。老板，来碗骨汤面。好嘞。多加点辣椒。趁热吃啊。哎，谢谢。阮律师，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混口饭吃嘛。一展散了以后，总也得找路子。你这样一个大律师，还用得着混口饭吃啊？哎，别客气，就这牛肉吃。吃啊！你姐姐住进医院了吗？住了一段时间，续不上费，就给接出来了。这样，有什么困难你就给我打电话。难的时候都互相帮一把。公司之前的老路子我都已经关了，我暂时把公司的兄弟们现在都安稳在汽油厂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毕竟他们什么都不会，就还只会以前那些老路子。这几天让兄弟们先别冒头，我这边盯得紧。我知道。这样吧，我再想办法。好。对不起，不好意思啊，做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怎么了？溃疡弄了3、4个泡。有用吗？喷上凉凉的。这还行，按你给我喷下来。不好意思，晚了点儿，我们开始吧。翼展科技，一家持续正常运营3年后突然清算倒闭的小型企业。翼展科技分尸悬案，就是这个案子，但我们今天以经侦的视角打开。辛其利曾经是这家公司的员工，老板正是0301案的受害者田勇。根据公司账目显示，翼展科技清算前的半年内，曾陆续收到数笔来自新加坡公司的技术服务费，合计金额超过6亿，全部以虚假合同入账。技术服务费。技术服务费就是写在纸上的任何理由，只要落笔，钱就能进账，但实际上1分钱的真实交易都没有发生。详细来说，技术服务的内容并没有发生，但是钱款已经发生了转移。因为技术服务通常是没有实体的交易，且大部分都冠以高端科技、信息技术的由头，大部分人是听不懂的，所以就能更好的规避被审查出来的风险。而且这些资金在汇入多个境外账户后迅速被转走，24小时内账户注销，更换频率极高。这些典型特征都符合地下钱庄的转账清洗服务机制。律师，
现在警察已经开始怀疑我们这边了。你看，在法律操作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甩开这些麻烦呢？你要是早点找我，办法也许更多。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阮律师，都这会儿了，您就别藏着掖着，费用好商量，只要办法有效。行，那你去找一家空壳的分公司，剩下的我帮你操作。这个好办，但是等我把你所有问题的合同以及账务流水都转到那个新公司后，再做公私分立。明白了，阮大律师。哎，那这个分公司的法人代表，你看，高，实在是高啊！那证据有了，可以抓人了。对呀，人能抓，但钱追不回来。这些账户都是假业务，资金一进来立刻转走，24小时之内封账换号，所以常规的侦查技术没用，路径全断。而且这些账户你们在疯猫的案子里也查到过，不是主动卖的，就是被骗去的。真抓下去，顶多一堆替死鬼。那辛奇丽是怎么抓到的呢？一展清算后1周，一家我们追踪在册的分公司以技术咨询服务终止赔偿的名义给辛奇丽汇款5万元。阿欣，而这家分公司的法人代表正是辛奇丽。坐，没事儿。你呀，来公司这几年，你的忠诚和对公司的付出，我们领导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啊，我们研究一致决定，新分公司的总经理由你来担任。正常。所以这5万块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转移资金，而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他们察觉到了警方的追踪，所以将辛奇丽的名字单独拎了出来，为的就是告诉我们他和其他快销散户不同，他身上有问题。但我们始终认为这是一记金蝉脱壳，背后还有更大的犯罪活动。这就是典型的替罪羊手法，大额资金早就被转走了，这点小钱就是为了把辛奇丽推到前台。被告人辛奇丽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辛奇丽作为公司直接负责人的主管人员，组织实施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所以我们故意留了个口。辛奇丽虽然只是替罪羊，但他一定和背后的犯罪团伙脱不开干系。但可惜，他们反应很快，知道警方没有动手，替罪羊顶不上用了，就停止了一切线上活动。而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成了辛奇丽，他现在死了。也就是说，地下钱庄或是辛奇丽改用现金，这就跟疯猫公司那个仓库里的钱对上了。辛奇丽给疯猫运送的货物，也就是他们要洗的黑钱。没错，所以要突破疯猫和背后的地下钱庄，辛奇丽的姐姐辛优娜就是关键。回去路上不好打车，送你一路。那个人走了哈，难受是难免的，但是这个私人已逝，
咱们还是得向前看。你能再跟我们聊聊你弟弟辛奇力吗？陈永江呢，手段残忍，我们已经全力追捕他了。但是你是辛奇力的姐姐，你肯定最了解他。你如果知道你弟弟跟陈永江之间有任何线索事情，都可以告诉我。他和我弟弟是什么关系？都不妨碍你们抓捕杀人犯，不是吗？爸妈把我们丢在福利院门口那年，我6岁，他2岁，他连话都还说不完整。我读书吧一般，但不怕干活。初中毕业那年我就进厂，就是为了多攒点钱供他上学。在他高3毕业那年，我得了这个病。大夫说，治疗费每个几10万下不来，他就把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压在了桌子的最底下，说什么也不肯拿出来。然后他就四处跑着赚钱，赚来的钱都是为了给我交医药费。我拿着这些钱，我心里就想，我不如死了算了。但最后一刻，我总是那么迫切的想要活下来，不管活得多艰，都想要活下来。那你知道辛奇力在一展科技的事儿吗？我只知道，他的朋友就介绍他去一个什么科技公司上班，赚的钱确实比以前多了好多。我们还来不及高兴，他就被抓起来了，理由是替公司跑账，走了灰线。他有多苦多累，从来没跟我提过。至于那个陈永江，他真的没跟我提过。行吧，反正咱们随时联系呗。你要还能再想起什么事情，就随时可以告诉我，啊。前面我就到了，放我下来就行，谢谢。行，下次见啊。我私立医院。是啊。他之前一直住这儿了？应该得有个3、4年了吧。见光微亮，真实在苏醒。这人间烟火寻常的风景，总有人经受迷雾的折痕，在明暗交界追着真相转型。翻开虚实，寻无形的痕迹，是洪流之下暗涌的波翳。
这些是安稳，并非是天意。谁有人撕开罪恶的铁皮？你看那指针下真假沉浮，你看那流光里守护归途。人海中最沉默那个声音，是岁月最动人那个姓名。我接过了这一束光，去照亮迷雾的远方，愿天空晴朗，万家安康。这世界罪恶无处再躲藏，哪怕无名，哪怕无伤，只要心在，正义在前方。以凡人之躯破罪恶迷障，这便是让罪有可道的忠诚。